大家好，欢迎来到 Forecast Typology 读占卜的频道。那么龙年到了，和大家拜个年，祝大家都能够鱼跃龙门，心想事成。感谢大家按下订阅，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更有动力做出新的影片。那么呢，今天要来看一下大家爱情的能量状态。这次呢，我用了易经卡、紫微卡、塔罗牌、神谕卡等等。那么呢，在之前去年的占卜呢，已经很明确的提示大家大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动。那么呢，最近看新闻啊等等呢，都知道这个变动呢，很多人可能会有点不好受，不管是气候上的、经济上的。那么呢，这样子的变动，其实我之前是用紫微斗数来算的，但是呢，我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用提醒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不过呢，这次爱情会成为大家的避风港吗？那我们今天就来检测一下。那么也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那么有3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组。那么呢，我改成这个比较一个细项呢，但是3个选项，这样子大家就可以从事业、财运等等拼出自己的运势的一个轮廓，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分别抽事业跟财运能量等等的。那么呢，请大家现在就用直觉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卡的背面，或者是从1、2、3中选一个你喜欢的号码。大家都选好了吗？请大家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爱情运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牌卡，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天地痞。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按照它牌上的英文的这个来看一下基本的讲解。再来，大家的圆形卡所抽到的是反叛、叛逆这张牌。再来是拯救者。那么浪漫牌呢所抽到的是让你的朋友来帮助你。再来是信任，以及新的恋情。那么还有爱情卡所抽到的是 hankering， 这是渴望。这个也是新的恋爱的意思哦。再来是反应。那么呢，塔罗牌卡里所抽到的是钱币的国王。再来是皇帝牌，看起来这个阳性的能量很强哦。再来是命运之轮。再来是力量牌，以及恋人牌。圣杯2。再来还有2张牌是圣杯1，以及钱币的皇后。牌有点多，我把它整理一下。纵观第一组人所抽到的所有卡片它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大家的主体的卡片是天地痞，
这张牌呢，在这张的英文的这个易经牌卡里面，它的解说是这个是有障碍嘛，然后你必须要先停住，先暂停。那么呢，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呢，她自己就是悠游自得弹着古筝这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下面的解释是说，要学习呢去克服这个难题，并且呢要追求在关系中的一个和谐，而不是就是消极的只是逃避而已。而未来呢将会带来一些就是确实的改变呢，透过这个经验的累积呢，你就会知道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就会影响到将来。那么这边看起来是一张是一张凶的牌因为这张的卦象是就是极阳在上，然后极阴在下，所以呢乾卦呢是指天，然后坤卦呢是指地，然后天在天，地在地，两方面没有交集，所以引申到这个爱情当中，就是两个人已经形同陌路了，渐行渐远这样子，然后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个性啊价值观什么都南辕北辙。例如说呢，有一方非常的强势，另外一方呢只好用消极来应对这个爱情关系就是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太大那么在爱情当中这样子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对不对？所以这感觉上是一个经验因为呢第一个这张牌里面有说到这是一个经验再加上你的爱情牌卡里面有一个你学习到了爱情的一课。那么我会这么提起来是说呢，因为你的塔罗牌卡它正向到非常的离谱跟易经的卦象完全不一样。它的感觉上是天地痞，但痞极之后太会来，就是否极之后呢，你的好运终于降临了，你的好运终于来临了，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爱情。但是选到这组牌要注意，从这所有的卦象我可以感觉到，这个你迎接的这个新的爱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和你之前遇到的这个障碍的情形很像，就是上天呢在第一次给你机会的时候呢，两个人因为悬殊太大，家庭差异的太大，或是职业差异太大，就是距离有可能距离的问题，年龄的问题，或者是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等等导致你们在爱情当中呢就是有挫败过，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但是呢老天爷呢再用其他的人再给了你一次机会，这感觉上是很像这个人依然和你有差距但这个差距不是说相同的又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是又变成的是说是职业上的差距，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差距。总之是一个跟第一次的经验会有一点像，可是它虽然很像，不过因为在这段期间，就从你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这段期间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感觉上自己磨练自己自我成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有点像是常常听到是可能某一方被另外一方嫌弃，结果就是分手了，然后这个被分手的一方呢决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减肥啦，然后把自己打理得更好寻求更好的工作等等，把自己打理得非常的漂亮完美，最后再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差距可能不是之前遇到的那样子的差距，可是呢有其他方面的差距，但是这一方呢就是第一组的朋友已经知道要怎么样用成熟的态度去迎接这个第二次的机会。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感觉上呢，你在龙年的爱情运呢，你就会遇到这种似曾相识的一个恋情，就是障碍是有点雷同的，可是你们处理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第一组的朋友已经成长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为什么会有差距，因为这上面这4张牌卡呢，都在讲这个你遇到的这个人呢，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财产资产，可能年龄上也比你第一组大，因为这边的这个人已经有一点白发了这样子。又抽到了这个皇帝牌，就是有钱有权，因为皇帝牌呢是掌管了整个帝国，他很有权力。但是呢，钱币国王他掌管的是金钱方面的一个整个管辖，是在这个金钱的丰沛度，他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物质上的一个财富，所以你遇到的人呢，跟你就是非常的悬殊，就是有钱有权这样子的人很难遇到，但是第一组人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他并不是你可能大家不要误解说会遇到什么多夸张的富豪，没有，他就是比你相对于就是以你的环境来说，对你来讲呢，是在你的那个整个环境当中超越于你的一个那样子的存在哦。但是相比于别人可能不一定这样子。不过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又抽到这个命运之轮，所以感觉上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已经知道怎么驾驭上天给你的机会，上天给你的这个命定的一个对象，因为你最后的结果是抽到了这个恋人牌，又抽到了这个圣杯2哦。这2张牌是整个塔罗牌里面最相爱的2张牌，它是纯然是指这个恋爱关系哦，它不是指因为例如说钱币石，它可能是因为有点像是契约关系的一个婚姻，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从对方2个家族当中呢可以获取到什么利益而成的一个有利益关系的一个婚姻，不是。这2张牌呢在塔罗上就是彼此相爱，不管你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可是这2个人是一个纯然精神跟心灵上的互相吸引，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吸引力。那么呢，可以看到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中间呢，你的过程你就是圣杯1，然后你也成长成为了这个钱币的皇后，以及力量牌。那么力量牌呢，这个人呢，跟狮子已经合而为一了。他不是驾驭着这个狮子，他不是在他已经把这个狮子呢变成了这个绵羊，而他自己就成为狮子的一部分哦。他已经超越了那个在安抚狮子的那个感觉，这是更超越这个力量牌的一个存在。而他跟这个对象之间呢的心灵共鸣的那个程度太深了，以至于他为了安抚这个狮子，他自己就变成了狮子，而不再是一个全然是用温情，全然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去驯化这个野兽的一个感觉，而是他自己的某一部分也成为了这个有这个狮子霸气态度的一个人的存在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可以感觉到你在龙年会有一个很夸张、很不敢相信别人可能都不能置信的一个大跃进。而这个跃进呢，是你在情感的成熟度，在就是管理钱财上的一个熟稔的程度，以及在处理事情应对上，以及跟别人相处上的一个泰然自若的一个程度，都比起就是去年前年，比起你往常成长了非常多。而这个成长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个非常爆发式的一个成长。在第一次的挫败跟经验之下，在这个期间，选到地组的朋友强迫自己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把自己提升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高度，把天地痞的一个状态，天跟地毫不相干的一个状态，
转化成为在爱情当中，你和另外一个人即便是有差距，两个人最后的手也会握在一起，天跟地交融的那个状态，被第一组的一个恒心，被第一组的这个毅力跟爆发式的一个成熟度给挽救了。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状态的话，我真的是要替自己鼓个掌哦，因为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单身的朋友呢，你从之前的这个经验，你就可以学到反射到自己本身，你可以思考，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在第一次的挫败之中呢，学到了什么事情，你会在这个课题当中呢学到了什么，才能够继续呢把这个过去的这个记忆，不好的记忆抹去，往前走。因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明显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的爱情要进来了。因为你有很多牌显示出了这个新的恋情，而这个恋情的对象非常的是你心目中的完美，就这么说，就是有钱跟有权，又很了解你。因为最后并不是一个什么利益结合，而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结合。而这段感情是两个人都非常渴望的一段感情哦，而且是一个会有肢体接触的，不是只有什么柏拉图式，没有，是就是心灵，就是性灵合一的一个存在，性灵合一的一个非常成熟的关系。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温柔，而且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健全的一段关系。那这个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质呢？首先他的确是，就是我刚才讲说你们两个相距很大，所以这个人有一个拯救者的一个姿态，有一个就是别人是仰望他的哦，他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人。因为拯救者他这边是写说呢，这个人呢是会提供他的长处，然后去支持别人，尤其是在混乱当中去支持别人哦。而他的行动跟爱呢是没有分别的，而且也是不求回报的哦。所以这个人很有可能职业是什么？例如说帮助别人的人，例如说救护员啦、消防员啦、医生啦、护士，这些去救助别人的人，就是呢对于这个世界有爱，想要去会去顾到这个弱小权益的，或者是去照顾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人呢，就是会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对象。另外一个呢，这个人呢他有一点离经叛道，所以呢他就是因为这个特质，所以即便这个人和你有一些的差距哦，他并不畏惧外界的眼光，因为他心里面呢是有一点点觉得说我想要追求我想要的人，不管我们的之间的差距在社会社经地位啦，或者是社会上的眼光是如何呢，他是不太管这些的。所以他是有一个反叛心，有一个觉得我不要跟主流跟世俗一样的想法的一个人哦。所以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将来遇到人其实有点特别哦，他并不畏惧就是据理力争，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其实自己本身的就某一程度的一个地位，世俗上的地位，他其实已经具有了，但是呢，他又不会畏惧，就是大家可能社会的某一些的主流的一个价值观。另外呢，他的精神世界也比较特别一点哦，他不会被一些传统的宗教所影响，只要那个宗教呢没有去改善人的善良跟人的心灵的话呢，他就不会相信。所以说他在心灵层面有一套非常明确自己的一套思考哲学在里面。那么呢，大家所抽到的浪漫卡呢，他说呢要让朋友来帮助你哦。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朋友来牵线来做一个中间的关系人。所以在此同时呢，你也需要对对方有很强大的一个信任跟信心哦。主要是因为
差距太大的话呢，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就会稍微信心会开始有点减弱。不过呢，这个牌卡就是告诉大家说，上天给了你了第二次的机会，要好好的把握住，并且以一个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隔阂跟不同，新的恋爱才会完成，新的恋爱才会在你的生命中降临。不过因为大家的塔罗牌卡抽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整个龙年的爱情运势非常的值得期待，而且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们彼此就会知道对方是自己非常非常渴望的人，等待的人。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看起来龙年的爱情运真的是非常的棒请大家要好好把握，这是上天给你的这个新的一次机会。那么呢，今天的影片就讲解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所抽到的龙年的爱情运势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你的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泽山咸，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上面一片祥和这个男子呢把一个小孩交给了这个女子。那么详细的我们会等一下再来一起解说。那么你多抽到了一张这个易经牌卡，它是地火明夷，一个女子她悠闲的弹着这个古筝。那么两张的圆形卡，你所抽到的这个是有成瘾习惯的一个人再来是愚人。那么浪漫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很快，以及誓约或者是订婚。那么还有一张牌卡是蜜月旅行。那么两张我抽到了3张的爱情卡，这张是过分的需求，以及流言蜚语，再来是重聚或者是复合。那么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圣杯9，再来是宝剑5，再来是圣杯的皇后，再来是力量的牌卡第一组也有抽到再来是权杖6，以及宝剑的骑士，再来是圣杯2，再来是钱币皇后，再来是圣杯国王，以及月亮的牌卡。纵观第二组所抽到的牌卡呢，这个很有趣因为你们的易经牌卡一张呢是在感情上是非常的吉祥的一张牌是在这个易经卦里面呢是代表感情的一张非常棒的一张牌，它是泽山咸泽山咸就是在感情呢，在所有你跟其他人相处的这个关系上呢，都达到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境地但是呢，同时间你又抽到了这个地火明夷，就是一切所有的光亮都要渐渐的进入到黑暗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阳光从这个地球上退去那么这个情形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在感情上同时间呢，抽到了地火明夷又是泽山咸，一张是两个人分开分手的牌，一张是情投意合呢要结合的牌南辕北辙。那么选到这组牌，我看到大家的这个塔罗牌卡跟第一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有一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有些人我想这个部分能量可能有点重叠，就是从第一组这样听到第二组这样子有可能。但是这边我分2方面来说，因为这个细部的细节是不一样的首先如果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已经有另外一半今年就是在怀疑当中成长的一年龙年的爱情运势呢是有时候非常的好，如胶似漆，
有时候又会争吵，有点相爱相杀，有时候就是两个人争执到你觉得两方面走不下去了，这个没有未来。而这个地火迷又有可能是指两个人因为外界的不明朗而影响到双方感情的一个进展。例如说两个人谈好呢，明明是要存钱要存一个结婚的共同资金、共同的基金，要来筹办婚礼啊等等的但是突然因为龙年经济不景气，那投资失利，一方呢居然偷偷的把这个资金觉得一定会赚钱，想要给对方一个更棒的一个未来，结果呢损失掉了，投资损失掉了，这样子没办法买房子也没办法办这个像样大家都满意的婚礼就因此有了怀疑跟这个争吵。所以呢这个是有可能是由外部的环境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但是呢你们两个的感情这个根基又很稳固，又很了解对方，又知道对方不是故意的，知道对方其实动机是想要给这个家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所以这就很难办，就会有一点像争吵，但是又一方面又可以体谅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这个感情就有一点就是高高低低起伏，有时候很开心，但是又知道一件事情之后又跌到一个谷底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两张牌好跟坏、吉跟凶同时并存在这个爱情的关系里面那么呢另外一个情形是，如果你是单身的人这有可能是你之前经过了一个非常晦涩的一个不明朗的一个感情呢，但是这个感情呢充满了猜忌，然后充满了这个不和谐，而这个不和谐是有一方过于依赖另外一方，因为你抽到这个 demanding 这个需求，太过需求一张牌，它是指一个人呢他总是希望对方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或者是按照他的行程表来行事比较傲慢一点，所以呢他会产生了一个就是困难的局面，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就是有点烦躁就是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互相配合。再加上这个流言蜚语这张牌它表示说在两个人的周围有各种的杂音，就是可能亲友这边不喜欢对方啦，或者是乱传一些不是事实的谎言等等，有许多不看好的声音呢在你们两个周边流窜。也等于说呢有一些人可能过往有些做一些事情有什么把柄等等之类的让别人可以传送，所以这个三姑六婆的能量呢非常的强它会阻挡一些恋情顺利的一个发展。但是呢你又抽到了这个复合，所以呢有可能呢第一个在对单身人来讲有可能是前任，但是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新的人，他只是你走过了过往这个伤痛呢，最后找到新的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复合的一张牌所以呢这是一个重新燃起的一个希望，甚至是呢相隔两地呢远距离恋爱的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你的浪漫卡呢抽到非常棒的两张牌一个是很快，另外一个是这个订婚或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已经有对象的人呢，你们都很可能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有可能进入结婚或者是两个人终于坦诚对方的爱意所以呢很快的就会在一起。那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塔罗牌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宝剑五还有这个月亮牌所以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如果两个人已经是在一起的人有可能会面临争吵，而且这个争吵有可能是其他人所引发的并不是只有你跟对方，这个牵涉到有可能是家族，有可能是朋友导致你们两个的争吵，或者是其他周边的同事工作等等，就是外界的杂音非常的多，而导致了月亮牌卡就是对自我怀疑，对这段感情的怀疑。可是好在呢选到这组牌组的人，你选到了很多，你抽到了很多非常正向的牌卡，就是选到这组牌卡的人呢是有能力成熟到这个圣杯皇后，
是可以去坦然的面对这一切。例如我们刚才讲这个投资失利的这个例子哦，可能有一方呢，虽然刚开始听呢非常的不愉快，非常的觉得很生气，怎么可以做这么莽撞跟草率的决定呢？把两个人的未来拿去做一个赌注。可是圣杯皇后就是一个有同理心，而且有直觉力，并且可以包容这个对方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阴性的力量。所以呢，这组人呢，在这个感情的态度上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哦。所以可能一开始的确会不愉快，不过到最后就会接受，并且一起看对方想办法来度过这个难关。加上有这个圣杯9的这张牌哦，所以圣杯9就是选到这组牌的人，就是很有可能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这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一张牌。而这个我要提醒大家是，选到这张牌的人呢，如果你要让你的感情在龙年呢非常非常好因为圣杯9是心想事成，然后呢权杖6是一个胜利的牌卡，也就是你在这个感情当中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胜利哦。而这个大家都看着你，所以有可能真的是会步入礼堂的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你，或者是你交往的人呢，会让你有一点受到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的关注会让你在这个镁光灯下，你看后面都有这么多的灯光照在你身上，后面的小灯泡照在你身上，然后上面也有这个镁光灯照下来所以显然你所交往这个对象会把你带到某一个层次之上所以你才会被更多的人看见。那要达到这两个境地，它中间夹这个牌卡就是这个圣杯女王，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的成熟程度跟 EQ 呢提升到和圣杯女王的同样高度。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圣杯女王是在这个 EQ 当中是非常厉害的角色能够同理别人，能够照顾别人。所以如果选到这组牌组的人本来是一个我行我素，根本不管对方也不想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的人，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提升到这个圣杯女王的这个能力当中的话，很有可能旁边两个很棒的这个结果就会被这个月亮、自我怀疑等等所掩盖过去因为呢，选到这组牌的人，不但呢你有这个圣杯皇后，同样的你有这个圣杯国王圣杯皇后跟国王是一对的嘛，所以你自己的程度在哪里，你的对象的程度就会在哪里它在感情的共鸣度上是一致的是在相同水平当中的，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呢，达到了雨水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泽山贤就是在讲一个鱼水之欢两个人阴阳相合然后是一个幸福，可以迈向婚姻一个最好的一个配对，而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家人天作之合泽山贤在讲这个。那么你的塔罗牌卡也显示出了圣杯国王跟圣杯皇后一个心心相印的一对，而且这个还中间的这个连结呢是圣杯2。圣杯2你看两个人在水中呢你侬我侬，这真的就是非常棒的一张感情的牌不过因为你们不像是其他某一个组别就是它全部都非常正向，你们在这个感情当中依然是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杂音在里面，跟你必须要过了一个自己的坎，那个坎就是你们会面对到这个世界的纷扰，以及两个人外界当中有别人可能眼红不希望你踏入这个感情所以在你耳边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那么对方也是，对方也有其他人呢可能在编故事因为可能如果你们两个都是很成熟的话，可能其他的人或对方的家人等等有一些人总是见不得别人好嘛，所以这边就是要在情感上能够稳住阵脚用什么？用力量。这个力量牌就是一个女子呢她驾驭这个狮子，而这个狮子呢除了是对象之外，更多的是你要驾驭这个环境，
跟这个环境的不友善。而宝剑的骑士就是你要很快速的因为你要对付这个宝剑五的这个能量宝剑骑士就是快刀斩乱麻，快点澄清，快点把真相讲出来，快点送礼沟通等等，去安抚这些就是其他这个外界的一个杂音那么要怎么做呢？选到这副牌的人呢，要把自己的物质条件再提升因为这是一个钱币皇后钱币皇后就是在工作以及在这个理财规划当中呢，都给别人一个非常稳重而且非常的可以依赖依靠的一个感觉。她管辖着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然后上面长出了这个玫瑰花，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情感上跟物质上都非常丰沛的人，地火明夷才会远离你进入一个择山弦，能够非常快的进入下一个订婚结婚的一个阶段。那么传播就是正确讯息的传播，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另外一个呢像跟对方呢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也是要马上的处理，不要留到隔夜让这个鸿沟越来越大。宝剑骑士也在讲这件事情，赶快用简讯就是自己做错了要道歉或是别人做错了，你要用这个圣杯女王的包容心呢，慢慢的感化他啦等等这些步骤跟这些沟通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后，有可能就去旅游了所以你这个非常快，这个是一个传统上这个婚姻的一个进程很快的一个感觉，因为甚至到蜜月都有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的感情运势，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飞速的这个前进虽然外界有些纷扰，但是进展却是相当的快速，不管是单身的人或是有对象人都有这个感觉再来呢，就是对方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他很纯真，因为这有愚人牌。愚人是一个在环境呢依然是模糊，或者是说这个环境的周遭有很多就是口是心非的这个伪君子的存在，他依然呢能够引人发笑，能够带给这个环境这个欢乐的一个人所以选到这组牌的对象呢，就是一个比较纯真，但是呢在纯真的一个相反，就是他做事可能稍微比较没有计划性。那没有计划性的时候呢，就会引发某一些时候就是地火明夷这个黑暗的时刻来临所以选到这组的人心脏也要有点大颗，要会包容但是因为你的感情跟这个手腕等等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蛮成熟的所以是可以处理这个比较棘手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呢，选到这组人的对象可能也有一些成瘾的情况，但这边成瘾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太过于依赖你，太过于依赖这个选到第二组的人就是他可能实在是太喜欢你了，所以他时时刻刻呢都要赖在你身边，简讯要传好多通，电话要一直打，这有时候会造成一个困扰所以选到这组的人呢，可能就要划清一个，就是让这个对方呢能够认知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彼此在一起，但是不需要就是时时刻刻的黏在一起这会妨碍其他事情的发展再来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烟瘾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例如说很喜欢打电动等等这都是一个比较成瘾的一个状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可能就是要多担待一点如果是遇到的对象有这个特质的话，可能要循序渐进的把它导正到谆谆善诱，把它导正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之上，因为这样对你们的感情会比较好。因为有一些这个 couple， 有一些这个情侣常常会为了这个例如打电动的事情在争吵因为不做家事都在那边打电动。那这方面呢，就是需要第二组的朋友发挥一个大智慧来解决。
但即便是如此呢，因为大家所选择到的这个塔罗牌卡跟最后的结果呢，都非常的光明跟正向，是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可以升华到把关系升华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阶段哦。所以龙年的感情呢，基本上是值得期待哦。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插曲，或是你要矫正对方一些恶习，但总体而言呢，是很不错的哦。那么呢，以上就是大家龙年爱情运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爱情运势。首先，我们从你的易经牌卡来看起，你所抽到的是决卦，择天决。再来，你所抽到的圆形卡是解放者以及爱人。那么你所抽到的浪漫牌卡是要表达你的爱意，再来是玩乐享乐，以及保持一颗开放的心。那么爱情卡大家所抽到的是宠爱或者是真爱，再来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么你所抽到的塔罗牌卡是第一张是圣杯侍者，再来是宝剑一、宝剑皇后、宝剑六，再来是魔术师以及钱币10，再来是圣杯9以及宝剑8，再来是钱币1以及钱币8。纵观第3组所有的牌卡，那么大家龙年的爱情运势呢，会呈现一个比较处于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阶段。没有结果不一定是坏的哦，这是在讲这所有的牌卡当中呢，选到第3组的朋友或许还在挑选自己的另外一半哦，或许还没有想要稳定下来的感觉。那么易经牌卡呢，抽到这个择天决哦，它还在一个决断当中哦，就像是事情如果没有到燃眉之急的话呢，选到这组朋友呢，可能不会做一个确切的一个决断，可能呢还不会想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稳定下来。那么这所有的牌卡当中呢，尤其你的浪漫卡又抽到了要表达你的爱意啊，玩乐啊，还在玩乐当中，然后心胸也是很开放的，能够接纳很多不同的一个选项哦。所以呢，晃眼呢，这个龙年呢，有可能就这样子晃眼而过了。就是选到这组人可能会流连于这个爱情游戏当中呢，就是每一朵花丛都好像很不错，就像是蜜蜂、蝴蝶在不同的花朵之中采蜜，觉得啊，牡丹花有牡丹花的艳丽，玫瑰有玫瑰的芬芳，那个紫藤花垂下来的样子呢，又非常的秀丽。就像是这个易经牌卡当中呢，你看这个男生跟女生哦，这个男子呢追着女子，但女子呢又跟他嬉闹，这个感觉呢就有点半推半就啊，欲饮韩剧啊，这个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突破呢？选到第3组的朋友，就是其实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顺风顺水当中，那在爱情呢不缺乏选择，但缺乏的是一个事件，一个铭心刻骨的事件来促成大家的一个突破。例如说双方呢2方面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真心诚意，可是呢一定要比如说可能有一方啊突然可能什么急诊什么之类的，患难之中见了真情，才会有一个突破。可是呢你又不可能自己去要求对方，或者自己假装生病或什么的，也不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等待一个突破的时机哦。在一个关键的事件发生之后呢，才有可能认清楚说哪一个人是适合走到未来的另外一半。那么呢，
今年呢就会有一点走马看花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可是呢，并不是说没有一个爱情哦，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哦。那么我们来看你的塔罗牌卡，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的塔罗牌卡呢很多落在这个宝剑的牌卡上面哦，包括了宝剑1、宝剑6、宝剑8以及宝剑皇后。那么有这么多的牌卡落在这个宝剑上，表示呢风象的能量很强，而风象就代表了沟通跟说话等等。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啊，就要练习去表达你的爱意，去跟别人沟通。可是呢，在这个牌卡当中看起来又有一点难度，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过往呢已经经历过一个没有信任，没有在一个信任基础上的一个恋爱，所以有宝剑8。而宝剑8之后，在这个失望的情绪之后呢，坐着这个宝剑6的船呢，要离开旧有的一个事物，去一个新的地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却引发了变成了宝剑1到宝剑皇后，这2张牌都非常的有决断力，但是它也包含了过于冷酷的一个负面特质，它对于爱情当中有时候是不利的哦。因为宝剑有时候就是很快的就是斩断，有可能这组的朋友因为过去的一些伤痛呢，你现在看人呢可能有一套基准，而这套基准呢就会让你很快看到这个缺点不对就斩掉了，就呈现出了宝剑皇后非常理性非常冷酷的那一面，就有点适得其反。所以你的浪漫卡抽到了这一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就是你可能在受到了教训之后，缺点看到一个就想要赶快摆脱，那么打开心胸，就是你可能告诉自己说，那先看到3个缺点好了，3个缺点真的都没有办法的话，就只好挥别说拜拜，找下一个。这边有这样子一个太过理性的一个负面特质哦，再加上呢可能以往的一个经验哦，让你有这个权杖8，权杖8就是很快速哦，那很快速，在这个所有的牌卡里面又加上有这个游戏人间的一个特质的整组牌卡哦，就变成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呢，很可能就是一段感情，经过一段感情有点像露水姻缘，很快的一见钟情，很快的又就是换对象所有事情都来来去去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哦，这是一个权杖8的特质哦，很容易被点起来爱火，但是又很容易熄灭的一个状态。那么呢，你又有这个钱币1、钱币10这个土象的这个能量，就等于说在钱币1你很理性的看这个人，到钱币10你想要借着这个对象来丰富自己的家族繁荣，所以选到这组牌人，因为之前的一些经验或惨痛的教训，变成说对物质的这块，在爱情上你会觉得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它重要到让你觉得说甚至可以接受企业联姻，甚至可以接受因为利益而结合的这样子的恋爱关系，所以你就不特别的把心思放在这个爱情上面，所以追求的不是一个很丰盛的心灵的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比较像是想要找到强强联手这样子的关系。譬如说有的人正在创业，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是可能是可以当秘书或是当会计，可以帮助自己建立一个金钱的一个王国，做一个稳固的物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决定。再加上呢，各位还有抽到圣杯9那么圣杯9呢，就是一个男人呢，他坐在这个王位上坐在一个他的宝座上，沾沾自喜呢，非常陶醉的看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切都在自己的规划当中实现了所以在感情当中呢，他自己虽然非常满意自己，可是那个王位上并没有和别人分享那个王位他并不是一个真正
体察别人的一张牌哦，所以他在感情上是属于稍微比较顾自己的哦，也可以说是稍微有一点自恋或自私一点的哦。那么这个在感情上想要跟别人获得一个良好的默契，就会稍微的难一点。不过好在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个圣杯侍者。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还是有一个真正的感情可能会萌芽，但是呢，可能还没有到一个稳定或者是最后决断的时期，所以这一整年就是大家在停看听的一个时期，他比较没有在心灵上，就是深度交流上多做一个琢磨。那么尤其是单身的人哦，你可能会有就是喜欢的人，你可能会跟他捉迷藏哈，就像玩躲猫猫一样，就像中间的这个玩乐的牌卡一样，时而接近，时而又不理睬变成说这个状态不是很稳定哦，因为你所有的牌都是要表达要沟通，可是因为你又抽到了这个过于理性的这些宝剑的牌卡因为防卫自己，就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所以懂得知道要收一点，不会把所有的情感都掏给别人看。另外一个单身人，因为你又抽到了这个伙伴关系嘛，所以呢，今年的感情呢会带有一点点朋友的性质，更可以说呢，刚才看到了这个圣杯侍者的这个牌，就有可能你是因为跟另外一个人，就真的想要走进认真关系的人，是以朋友的关系开始的是以一个你们两个之间有做很多沟通不一定是朋友，有可能是同工作伙伴彼此间有很多的书信、简讯等等的往来。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个人有怎样的特质呢？这个小小萌芽但还不太清楚的这个人让你还没有办法做下最后决断，在这个莺莺燕燕这个花花草草当中呢，终于冒出来一朵很奇特的花朵。那这个奇特的花朵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第一个，它带有一个自由解放的一个感觉。所谓自由跟解放，就是他这个人呢，会给别人空间，也会给你空间，给自己空间，希望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又能够和平的相处。而且呢，这个人呢，他的想法不过时是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的另外一个呢，他也会帮助你，或者是帮助别人去释放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去打破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自由解放的一个特质。另外一个，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因为他有情人的特质。那么这个人呢，很热情，他懂得关怀别人，照顾别人，而且知道什么叫做牺牲奉献。他不会把就是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他会很热情的回应你，而且也会很感激跟欣赏你本身的个性跟人。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在你流连于这些爱情游戏当中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情人，所以他才会映入你的眼帘。那么这样子的人呢，他也可以说是他的生命呢的循环跟你一样，走在同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是抱着一个做朋友然后先试探对方的个性，或者是你们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感情这件事情，你只知道他可能具有这个情人可以当一个很好爱人的一个特质而且个性也很开放他可接纳很多不同多元的事情。可是后来仔细想想，时间越久之后，可能过了龙年之后，你才想说怎么他跟我蛮像的。其实你在整个龙年呢，选到第3组的人呢，可能也都是这样子过的。那么可是到了某一时某一刻，有一个突破，择天诀就是需要有一个触发点来做一个突破。有可能你们两个之间呢本来都是每周每月一起出去跟酒肉朋友去跟朋友吃吃喝喝玩乐当中嬉闹当中的一个人，可是就有那么一个事件，比如说
他去什么国外啦，国外追求什么更高的高等教育之类的，然后你才想说，他怎么都没有来了，然后用这个简讯，所以有这个保荐很多沟通的牌卡，跟他有了更深度的在网络上聊天，聊一聊，才发现怎么之前我们玩了这么多次出去呢，一起吃饭了这么多次，没有特别有感觉，可是呢怎么因为跟他在网络上碰到，发现然后他其实去国外什么深造啦什么，才发现两个人的价值观什么怎么会那么契合，怎么会这么就顺等等，这时候才会引发说可是他在国外耶，那怎么办？这个择天诀就是你要有一个创造出来的困境，让你去做一个突破，事情才会到达下一个阶段。所以这就是择天诀呢，你今年都还在犹疑不定的一个整个很长的时期，都在这样的时期。但是呢，人也常常因为有了一个这个时期，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所以是没有关系。可是在爱情运当中，你要觉得它很好，它可能也不错，因为你有圣杯九，你可能觉得目前的状态就非常好了，甚至你也觉得说用这个严苛的眼光看别人，去审视别人，其实保护到了自己，以免浪费过多的时间，不如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钱币1到钱币10，建设自己的人生，希望自己的人生从第一桶金一直存到可以买房子，这样子还比较实际跟比较开心哦。所以这些都没有对错。而爱情运呢，我觉得这组的人，选到第3组的人会非常满足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真正的一个对爱情的领悟，其实反而就长出来了这个非常的特别，就是在没有想之中，反而一些深刻的连结悄悄萌芽。那么呢，以上就是第3组龙年的爱情运势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